总，我昨晚竟然抢了我的老板，完了，我死定了！你怎么才来呀？霍总马上就来了。睡过了。霍总早。他昨晚醉得不轻，应该不记得跟我发生了关系吧？你到我办公室来。霍总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孟秘书，你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孟秘书，你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这是奶奶留给我唯一的衣物，我一直随身带着的，怎么会在她的手里？难道是昨晚不小心？霍总，昨晚因为你的疏忽，导致别的女人闯进我的房间，欲行不轨。现在我可以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别的女人？难道她根本就不记得昨晚的女人是我？24小时之内，将这项链的主人给我找到。敢算计我，我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霍总，那找到这个女人之后，要交给您处置吗？孟秘书，你跟我3年了吧？难道还不清楚我做事的风格吗？霍总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查。你说什么？霍楚萧可是海城的活阎王，这些年勾引他的女人，要么被他赶出海城，你竟敢直接睡了他，这跟作死有什么区别啊？哎呀，昨天他喝多了，我也喝多了，我们就……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呀？他要我24小时之内找到昨天晚上的女人，可是我现在上哪儿去找那个替死鬼啊？你是说霍总不知道昨晚的女人是你？应该不知道吧？那就好办了。那个监控啊，这能行吗？死马当活马医，你要是不想失业，就听我的。孟秘书人呢？霍总，孟秘书一下班就急匆匆的走了，打扮的漂漂亮亮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去帮金主了呢？你是秘书部新来的秘书？是的，霍总，这份文件交给我来处理吧。霍氏不需要搬弄是非的人，明天我不想见到你。孟秘书可是霍总一手培养的首席秘书，竟然敢污蔑他，简直不知死活。就是，整个公司谁不知道孟秘书是霍总心腹，真是活该。都用嘴巴干活吗？你们也想跟他一起走吗？喂，霍总，您有什么吩咐吗？你在哪儿？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我现在……不管你在哪儿，10分钟后我要见到你人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霍主教他现在肯定是怀疑了，要不我现在辞职吧？不行，你现在辞职就是不打自招，你还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来个死无对证，我去帮你毁掉监控，你先回公司随机应变。霍总，这是您要的项目资料，放那吧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么着急？做贼心虚了。
霍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没听懂啊？员工谈恋爱期间需要向公司报备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？我入职的时候，员工手册上没写这条啊。进来。大少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从今天开始，员工手册上加一项规定：员工的感情状态关乎到公司人员们，需要向公司报备。这个是属下这就去办。霍总，谈恋爱是员工的隐私，您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你在质疑我的决定？当然没有了，您这么做肯定是为了让我们专心工作，早日争取升职加薪。知道就好，小小的年纪，谈什么恋爱？霍总，您放心，我没有谈恋爱，而且近期也没有结婚的打算，肯定不会耽误工作的。我让你查到那件事情，查的怎么样了？已经查清楚了。那天晚上您回到房间之后，那个房间就没有再进过人了。那个项链应该是之前的住客落下的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大少，酒店把监控视频送过来。孟秘书，你可能走不了了。霍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你？不是，绝对不是！你连监控都没看，就说不是你？我早就该想到的，这么大的事情，霍楚萧肯定不会让我一个人去查的。万一新月还没来得及毁掉监控的话，我就完了。看清楚。对不起，霍总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孟秘书，大少只是想确认一下，视频里扶他回房间的人是不是你？我现在承认的话，霍总会不会看在我认错态度良好的份上，宽大处理啊？是我。那天我送霍总回房间之后，我就夏哥哥，夏哥哥，霍楚萧果然在找作案的女人，幸好我来得及时。你怎么来了？萧哥哥，昨天我去你房间找你，没想到你喝醉了，就强行喝我。这件事情霍家和梁家都已经知道了。过几天就会被咱们举办金婚宴。如果昨晚的女人真的是她，她又何必悄悄离开呢？哎，萧哥哥，我都已经把第一次给你了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回去告诉他们，订婚宴我一定会准时参加的。孟秘书，松哥。是。梁小姐慢走。听说你给霍楚萧当了3年秘书，倒是有几分自信。多谢梁小姐夸奖，我还有工作，就先走了。我警告你，不是你的东西最好别瞎想。山鸡是永远不可能变成凤凰，霍氏少夫人只能是我。
霍总已经答应和他订婚了，应该不会再继续追查昨晚的事情了吧？可是我怎么还有点失落呢？孟秘书，你刚才说送我回房后就如何了？这活阎王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？我昨天送您回房间之后就……我昨天送您回房间之后就……怎么回事？酒店一共送来3份监控，其中1份被人为损坏了，技术部门无法判定真伪，所以只能请孟小姐帮忙判定一下。看来是有人故意不想让我查到真相啊！齐特助，这个视频真的没有办法再修复了吗？损坏很严重，修复有一定难度。这样啊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昨晚你送我回房之后，见过梁可欣吗？没有啊，昨天我送您回房之后我就走了，梁小姐可能是在我走之后才……是吗？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谢谢霍总。大少，你说这孟秘书都跟了你3年了，还这么怕你呢？站住！站住！别跑了！别跑！站住！大哥，你找到那个女人，可是花了200万买她的命。要是找不到人，我们全得玩完。愣着干什么？找啊！是。哥哥，你长得真好看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小婉，这是奶奶给我做的平安符，我把它送给你，它能保佑你平安的。谢谢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找人救你。等等！您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不认识我？当然认识了，您是霍氏集团的总裁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下一场面试要迟到了，我就先走了。通知人事部，明天安排他入职，做我的私人秘书。大少，您不是拒绝安排助理吗？怎么？我做事需要向您解释。属下不敢。谁把我的资料放在这儿了？给我撤了！是。霍总，我是孟婉晴，以后将担任您的私人秘书。重做，孟秘书，我必须提醒你，我身边不留名。我知道了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
今天霍总和三福集团陈总的会议安排在上午10点，下午会有分公司的人过来汇报工作，记得安排人招待一下。好的，梦姐。梦姐，这份文件需要霍总签字。知道了。首席秘书的风采终于回来啦，可喜可贺啊！多亏你及时帮我毁掉了视频，现在我总算是解脱了。大少，已经调查清楚了，那晚给您下药的人就是您继母之氏。梁可欣是梁曼的侄女，难道那晚的女人真的是她？大少，一旦你跟梁可欣联姻，那这个梁曼一定会想方设法抢走您手里的股份，你打算怎么应对？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，看来是时候处理掉这女人。什么？陆楚萧竟然要杀？谁？孟秘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有一份文件需要霍总签字。进来吧。霍总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去工作了。等等，这尊火焰王连梁可欣都敢杀，更何况我这个小小的秘书。不管他问什么，我都说不知道。你我不知道。我这么一脚你啊，什么不知道？霍总，我是在门口崴了脚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耽误工作的。你检查这几份涉外合同，其他事务我会安排别人接手的。三哥，你这么着急把我从国外叫回来修复监控视频，难不成就是怕你小助理吃醋啊？修复监控视频，霍总，梁可欣不是已经承认那天晚上的女人是她了吗？而且你们都要订婚了，你怎么还……眼见为实，是生是死，都靠你了。小意思，给我10分钟。别慌，硬盘都被新月毁掉了。齐德柱也说了，修复很困难。可是秦川是全球最顶尖的黑客，万一真的被修复了…… OK， 数据恢复了，是他。霍总，文件处理好，我就先去工作了。不急，正好你也来一起看看。三哥，根据人脸捕捉技术分析，那天晚上除了孟秘书之外，没有其他任何人进入过你的房间。继续。霍楚萧连梁可欣都敢动手，我就是个小小的秘书，要是让他发现我就是那晚的女人，肯定会被他啃得渣都不剩。怎么办啊？怎么回事？这个人很聪明，我刚刚触发了他的自毁装置，视频能修复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。现在已经没有证据能证明我就是那晚的女人了，而且还有梁可欣冒名顶替，只要我一口咬定不知道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？他还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抱歉了，三哥，没能帮到你。孟秘书，那2个小时你一直待在我房间里。是啊。可你之前说送我回房间之后你就离开了，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？你很不会撒谎啊！霍总，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懂。
孟秘书，我有的是手段对付嘴硬的人，要不要试试？事到如今，只能继续骗我。霍总，那天晚上你喝多了之后吐了好多次，我是害怕你不舒服，所以才留下来照顾你的。但你睡着之后我就走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当时为什么撒谎啊？我是害怕您觉得我自作主张，所以才没有告诉你的。霍总，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大少，我看孟秘书的样子应该不像在撒谎，要不您就别吓他了。最好不要让我发现你骗我，否则我会让你尝尝后悔的滋味。先出去工作吧。三哥，你喜欢的女生该不会就是那个小秘书吧？要是那天晚上你睡的是她就好了，可惜喽。既然你这么闲，我可以大发慈悲把你送去非洲开荒。啊，大少，就算那晚的女人不是梁可心，但也一定是您继母安排的。您之后打算怎么做？那我就要让他亲眼看着机关算尽，却以败涂地的下场。新月，霍楚萧迟早有一天会知道真相的，要不我现在去找他坦白吧？你疯了！你现在去坦白跟自杀有什么区别啊？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离他远点，千万不能露出破绽，否则他肯定会把我们动。孟秘书，不进来吗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您先用吧，我不着急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公司考勤时间是早上9点，迟到扣全勤。谢谢霍总，我先去工作了，再见。孟秘书最近怎么奇奇怪怪的，好像在故意躲着你。还有时间聊八卦，看来你的工作量还不够啊。叫他来见我。霍总，您找我什么吩咐？这段时间你一直躲着我，你就这么怕我？我怎么会躲着您呢？您是我的老板，我供着您还来不及呢。是吗？可你的眼睛里可不是这样。霍总，你听我解释。啊！大少，你要的协议已经准备好了。父亲，打扰了。等等，齐特助，你误会了。孟秘书，你还要待在我怀里多久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跟在我身边3年多，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吧。以后我不想再听见这句话，明白了吗？签字吧。结婚协议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不是最讨厌女人了吗？怎么突然要跟我结婚？难道是我刚才亲了他，他想借机报复？你不愿意？霍总，婚姻不是儿戏，您这样的身份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秘书，这不合适。我只是想找一个名义上的夫人，这样能替我挡掉所有的麻烦。等到协议结束之后，我会给你1个亿作为补偿。原来是这样。怎么？
不然你以为是怎样？以为我喜欢你？当然不是了。那我可以拒绝吗？可以啊。不过到时候你要是身败名裂被赶出海城，还是流落街头无家可归，那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啊！我签。你是那晚的女人吗？不是。错。签了这份协议以后，不管谁问你，你都要说自己是那晚的女人，明白了吗？我明明要离他远一点的，可是现在莫名其妙把自己给嫁了，还得自己冒充我自己，这都是谁想的鬼主意啊？霍总，您真的要带我去参加宴会吗？要是我们不小心暴露了怎么办？你要是在他们面前也叫我霍总，傻子都看不出来。可是我不叫您霍总，应该叫您什么？婚姻虽然是假的，但结婚证是真的呀。霍夫人，你觉得你应该叫我什么呀？老公。有我在，别担心。霍夫人，您今天真是容光焕发呀！梁小姐也是出落的越发美丽动人，跟霍大少简直就是郎才女貌。谢谢诸位。霍萧这么多年都是单身，我和他爸爸都很担心。今天举办这个订婚宴，也是为了让他的终身大事早日定下来。我要娶谁，就不劳霍夫人操心了吧？这顾大少爷真是特立独行啊！参加自己的订婚晚宴还带个女伴儿。哦，我记起来了，这不是霍大少那个秘书吗？哦，难怪霍大少爷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。哎，你看看这脸蛋儿，这身材，简直就是仙女下凡。萧哥哥，今天可是我们的订婚宴啊！像这种身份低贱的女人，根本就不配站在你身边。我霍楚萧的人，什么时候轮得着你来智慧了？楚萧，有什么话等订婚仪式结束后再说吧，别耽误了吉时。别以为靠着一张脸和出卖身体就能得到萧哥哥，我马上就会成为霍家少夫人。要是识趣的话，就自己滚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梁小姐，我和霍先生是正当关系，如果你再继续这样造谣生事的话，我就要以诽谤罪提起你。你敢威胁跑到别人订婚宴上抢人家的脸，还敢要？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动我的人？楚萧，可心是你的未婚妻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对自己的未婚妻动手，真是太不像话了！来人，把这位不请自来的小姐给我请出去！我霍楚萧要娶谁，什么时候由得一个插足上位的小三来指手画脚了？混账！混账！这就是你同长辈说话的态度吗？霍楚萧和老总裁的关系一直不太好，这次霍楚萧肯定有麻烦。阿乐，刚才不是还挺伶牙俐齿的吗？要是老总裁怪罪起来怎么办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就算是他，也不行。老公，楚萧还是个孩子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，气坏了身体就不好了啊！这个混账东西，
大喜日子，竟能把这个不三不四的贱人带回来，真是丢尽了我霍家的脸呐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从今以后，海城我不想看见他。我看谁敢对我霍楚萧夫人动手！只要我还活着，就绝对不允许这种女人进我霍家的门。我来可不是征求你的意见，而是通知你。楚萧，你爸爸为了你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，你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个女人回来假结婚呢？就算是胡闹，也总该有个限度啊。是真是假，民政局一查便知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敢？从今以后，若还有人与我作对，我霍楚萧奉陪到底。霍楚萧厌恶跟女人亲密接触，而且他们手上也没有对戒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用假结婚骗过这么多人。老公，你看这两个人多恩爱。既然都结了婚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今天还闹出这么大一个笑话。不是我不想告诉你们，是婉晴她想专心于事业，所以才瞒着你们。你呀，霍总，我替您背了这么大的黑锅，加点儿。小财迷，笨蛋！既然这么喜欢钱，怎么就不知道抓住它？老公，订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不如让楚萧他们俩跳个开场舞吧。也好。case。霍总，他们为什么要起哄啊？可能是梁曼想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结婚了吧。我们的协议里可不包括亲密接触这一条。霍楚萧，只要你露出破绽，你就输了。放心，有我在。没想到霍楚萧为了演戏，竟然可以跟这个女人做到这种地步。对，从今以后，孟婉晴就是我霍楚萧的夫人，更是我未来霍氏集团的女主。没想到冷酷无情的霍大公子也有宠幸一个女人的时候。要是我被当众表白呀，我简直要幸福的晕过去了。表现不错，应该是骗他们了。孟婉晴，你清醒一点，霍楚萧这么做只是为了骗我们了，你千万不要陷进去了。个贱人，他根本不配站在霍楚萧身边。蠢棍，霍楚萧10有8九已经知道那晚是我们算计他，你现在上去，只会让他更加混。爸，那晚我被人下了药，要不是婉晴救了我，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。这次还多谢了霍夫人为我们准备的订婚宴，辛苦了。那晚的女人是她，不可能。杨小姐好像对那晚的事情很了解，还是说你觉得另有其人？楚萧，可惜应该是太累了，所以才说了些胡话。我先带她回去休息，你们自便。如果那晚的人真的是我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可如果不是他，又会是谁？夫人已经查到了，孟婉晴和大少就是普通上下级关系，但是昨天下午突然领了证。看来霍楚萧也不知道那晚的女人究竟是谁，所以才急着找个女人过来敷衍。姑姑，可是霍楚萧已经跟那个小贱人结婚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慌什么？
我当初能斗死他妈炸定货站，现在也能把祸事从他手里抢过来。找到那晚的女人，处理干净。是。死无对证，你就是那晚的女人。霍总，这里好像不是去我家的路啊。是我家。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难道刚结婚你就想分居吗？难道你想那个？不行不行。我行不行？试试就知道。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霍总，我们只是协议结婚，如果你有那方面的需求的话，麻烦你找其他女人，我不接受潜规则。备钱也要有备钱的资本。像你这样清汤寡水的身材啊，我不感兴趣。我已经帮你破坏2万的计划了，要不明天我们就去离婚？现在离婚只会让2万起飞，等我找到那晚的女人，我才会考虑离婚。可是那晚的女人就是我呀，被找到我就死定了。可是找不到，我这辈子都离不了婚了，这都是什么孽缘啊！那如果找不到那个女人呢？你好像很关心那晚是吧？没有，霍总，这不是你之前安排我去查这件事情吗？所以我才会关注的。职业病。大少，有人跟踪。没想到梁曼这么快就坐不住了。恐怕来者不善，要不要甩掉他们？不用了，他现在还不敢真的对我动手，他只不过是想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结婚了而已。现在你和我都是梁曼的眼中钉呀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该死的霍楚萧，原本我只要苟到辞职就万事大吉了，偏偏被他连累得罪了梁曼，黑心肝的资本家。大少，这个孟秘书也太胆小了吧？要不要属下再去找几个更合适的人选？她是我亲手养大的玫瑰，除了她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站在我身边。小婉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我呀？新月，怎么办呀？霍楚萧他说了，只有我找到那天晚上的女人，他才能跟我离婚。现在我自己冒充我自己，肯定会被发现的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给销毁了。要不趁他还没有怀疑你之前，咱们直接跑路吧。可是他手眼通天，他迟早有一天会找到那天晚上的女人就是我的。到时候他肯定会把我丢到河里去喂鱼的。霍总，你都听到了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都知道了。霍总，对不起啊，那天晚上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开除我。你要是生气的话，你扣我工资或者罚我干苦力都可以，我不想失业。你这个骗子，你早就把我忘了。副总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喝醉了，这么大的味道。来。小心。小婉，
为什么不回来找我呀？你为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水，我要喝水。这个世界上，除了奶奶以外，不会再有人喊我小马。霍楚萧要怎么可能知道我的想法？你等着，我去给你倒水。霍总，现在你水也喝了，可以回自己的房间休息了吧？哎，你干什么？睡觉之前要洗澡啊？那你也回自己的房间洗，好不好？哎，我送你，这儿是我家，我想在哪儿洗就在哪儿洗。那你也不能在我的房间洗，霍总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场景有点熟悉啊？你是霍总，你是不是想起来那天晚上的女人是谁了？她长什么样子啊？霍总，完了！要是他想起来那天晚上的人就是我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霍总，您找我？别以为我喝醉了就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了。您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别装了，昨天是我们新婚之夜，我这种大帅哥躺在你身边，就算你想要趁人之危对我做点什么，我也是不会介意的。没有，霍总您放心，我对您没有半点非分之想。那我昨天晚上为什么在你房间里，而且还没穿衣服？您要不再仔细回想？你这个骗子！哎，你干什么？睡觉之前要洗澡啊？霍总，为了您的清白，我可是在客厅看了整整1夜的文件了。我这么一个活生生的大帅哥就躺在他面前，他竟然静得下心去看文件。不过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守口如瓶，不会让第3个人知道的。萧哥哥，你被这个女人骗了。大少，是属下没能拦住他们两个，请大少责罚。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，你们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。楚萧，我们这次来找你，是查到了那晚的真相。糟了，要是被他揭穿我就是那晚的女人，我就死定了。萧哥哥，那晚救你的女人是我，根本就不是莫婉晴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莫婉晴，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？你不仅冒充了我的身份，竟然还敢骗婚，得罪了霍氏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，滚出海城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，萧哥哥，都是莫婉晴她一心想当上霍家少夫人，冒充我的身份欺骗你，我才应该是你的妻子啊。既然如此，宴会那天你为什么不说？人家本来想把这个秘密永远藏在心底，可是莫婉晴她爱慕虚荣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被她这种女人欺骗利用呢？楚萧，可心也是名门闺秀，你既然睡了她，总要对她负责吧？你现在立刻离婚娶她，否则强奸的罪名你可就洗不掉了。你们这是在威胁我？那晚的女人根本就不是梁可心。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霍楚萧被他们算计。PS 的技术不错啊，
花了不少钱吧？你这个贱人，你胡说什么？这是那晚我和萧哥哥在一起的证据，是吗？那请你解释解释，那天晚上楚萧为什么会中药，而你又为什么恰好出现在他房间？难道这根本就是一场有预谋的逼婚？别怕，那天晚上的女人一定不是他，相信我。他平时胆子那么小，竟然还能鼓起勇气维护我。你这个贱人，你胡说八道！我霍楚萧的人，你也敢动？霍楚萧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维护这个女人，你就不怕我告你强奸吗？就凭这些垃圾吗？要不要我们找一个专家来看看这些照片到底是真是假？诬告和诽谤可够你吃一辈子的牢饭！你这个贱人，胡说什么？娘们，我本来还想放过你们，没想到你们竟然变本加厉的刺激我，简直不知死活！来人！霍夫人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霍大少，放过我！是霍夫人让我给你下的药，饶了我！我什么都说，我不想死了。我也想饶过了你啊，不过你不如求求他们。霍夫人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霍大少真的会杀了我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滚开！这个是你收买他时的转账记录，还有通话记录。这是污蔑！霍楚萧，你别以为随便找个人栽赃我就怕！动手！是。饶命啊，霍大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呀！霍夫人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想救人？霍楚萧，你敢杀我？我可是霍家的总裁夫人，如果你杀了我，你爸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可不会做赔本生意，我要让你自己看着你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，把他们送去老霍总那儿，让他亲自处置。萧哥哥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饶了我吧！放开我！我可是总裁夫人，你饶了我吧！我敢了！霍楚萧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，要是被他知道我骗了他，说不定也会被他给……我必须赶紧离婚跑路。霍总，看在我刚刚给您帮了这么大的一个忙的份上，把我那本结婚证还给我呀！难怪刚才那么有气势，原来是已经做好了做霍氏夫人的准备了。没有，您放心吧，我有分寸的。咱们俩只是协议结婚，我对您没有半点非分之想。我想要那个结婚证，只是因为离婚的时候要用，所以你刚才不惜得罪梁曼也要帮我，只是因为那份协议。我这样的身份，还能因为什么？是啊，不然到时候我们离婚了，那1亿的分手费我跟谁去要呀？跟我离婚之后，你打算做什么？应该会去找一个普通人，结婚生子，然后过完平凡又普通的一生吧。普通人？你觉得我霍楚萧娶过的老婆，别人还敢娶吗？霍总，您放心吧，我们2个协议结婚，只要对外保密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到时候男婚女嫁，互不相干。墨江，你就这么想跟我划清界限？我们本来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。只要你想，就可以。你要是再在这里装神弄鬼，我就把你送去非洲喂美人。三哥，你也太见色忘义了吧！顾总，他刚才不是被气头叔给……
现在到底是人还是鬼啊？放心，他是人。刚才是他的演戏而已，别害怕。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那晚的女人一定不是梁可欣啊。大少，已经1个月了，如果那个女人怀孕了，怕对你不利啊。通知下去，就算翻面不看，你要把那个给我找到。婉晴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可能是最近没休息好吧，总是想吐。你跟霍总那个之后吃事后药了吗？我好像真的怀孕了。完了！要是被霍楚萧知道你怀了他的孩子，咱俩都得被他扔到河里喂鱼。我现在就去帮你预约手术。这个孩子不能留。没错，这个孩子绝对不能留。要怪只能怪他来的不是时候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要生下他。你说什么？我们骗了霍楚萧这么久，你难道想功亏一篑吗？我从小被我爸妈抛弃，奶奶现在也离开了我。这个孩子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我想生下他。你要生下他也可以，但你必须在显怀之前离开霍氏，否则被霍楚萧知道的话，你就走不了了。谢谢你啊，心月。好了，你要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没有怀孕，也不是那晚那个女生，明白了吗？我喜欢了霍楚萧3年，可是这段感情终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既然如此，就当这个孩子是他送给我最后的礼物吧。所有人注意，有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一下。这根验孕棒是昨天晚上保洁从厕所里面发现的，我希望那个人可以主动站出来承认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我记得昨天最后下班的好像是孟婉晴。孟婉晴，我记得你的员工档案里你没有男朋友，是吗？是。那这个孩子就是你某个金主的了。将来要是所有人都知道你被文案了，谁还敢娶你啊？金经理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没有证据的话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这就是证据。真看不出来，没想到孟秘书竟然是这样的人。表面上一副清纯玉女的样子，私底下不知道闻多黄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金燕，你是不是嘴巴和屁股长反了？说话怎么这么让人倒胃口？我说错了吗？像她这种农村女孩，一辈子都不可能嫁入豪门，飞上枝头当凤凰。你怎么知道婉晴嫁不了豪门？她老公可是……我和霍总是协议结婚。她老公是谁呀？该不会在某个工厂打螺丝吧？说不定她老公是什么很了不起的大老板，你见了面还要恭恭敬敬的叫老总呢。说什么？老总？她要是能嫁老总，我还是霍总夫人呢。金经理，你当众诽谤我，就不怕霍总处置你？你不仅未婚先孕，破坏公司风气，还打肿脸充胖子说嫁入豪门。霍总要处理也是先处理你。你一定要这样做吗？怎么怕了？就算你现在跪下给我磕头道歉，我也是不会放过你。你刚才说的所有话我都录下来了。你当众诽谤、造谣我傍金主，这件事情我会对你提起诉讼，直到你向我道歉为止。你敢威胁我？这不是威胁，是正当的维权。你利用职务之便诬陷我，我就可以利用法律武器维护我自己的尊严。孟婉晴，你违反的可是霍总亲自制定的员工守则，
就凭你未婚先孕破坏公司风气这件事情，我就有资格开除你。抱歉，我是霍总的私人秘书，只对霍总一个人负责，不属于人事部的管辖范围上，所以没有权利开除。你个贱人！霍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孟秘书，我请你来公司是闲聊的吗？交代给你的工作都做完了吗？对不起啊，霍总，我现在就去。霍总，您被孟婉晴骗了，她怀孕了。你怀孕了？孩子是谁的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已经结婚了吗？现在只能咬死不承认了。霍总，我没有怀孕，这个验孕棒也不是我的。没有撒谎。霍总，昨晚孟婉晴最后一刻离开办公室，今天一早保洁就将验孕棒交给我，要不是她的，还能是谁的？金经理，你要靠无凭无据的猜测就给我定罪吗？金经理，霍氏就是这么讲办事的。霍总，您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调监控，看昨晚是不是孟婉晴最后进入的洗手间。齐得住！去调一下昨晚的监控视频。是。孟秘书，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？就算我是昨晚最后一个离开卫生间的，也不能证明这个验孕棒就是我。孟秘书，现在可是证据确凿，你还是别狡辩了。霍总，孟婉晴公然违反您亲自制定的员工守则，必须严惩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置？她未婚先孕还隐瞒不报，必须开除以儆效尤。孟秘书，你觉得呢？霍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的天哪，竟然抱孟婉晴了！霍总不是最讨厌女人推他投怀送抱了吗？你们说霍总不会对那个孟秘书有那个意思吧？霍总，我坦白，这个验孕棒，这个验孕棒是我的。昨天是我让婉晴帮我送的验孕棒，所以她才出现在监控里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没错。尹新月，你该不会是想替她背锅吧？霍总，没有一个女人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。那她刚才怎么不说出真相？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这个孩子，所以我才请婉晴替我保密的。是这样的，对吧？霍总，就算孟婉晴没有怀孕，但她包庇尹新月是事实，他们都违反了公司制度，必须开除。你在教我做事？霍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也只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啊。你在公司内部造谣生事，违反劳工法，想要开除孕妇，破坏公司形象。从今天起，你降为主管，如若再犯，直接开除。所有人，从今日起，公司的婚假、孕假延长1个月。好，谢谢霍总。贱人，都怪你害我在霍总面前丢了脸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霍总，谢谢你刚才帮我，要不然我跟新月都要被开除了。你是我的人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任何人都不能动你。可不是嘛，要不是怕你一句话就把我赶出海城，我也不至于这么惨。孟秘书，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坦白的？霍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那你说说，你错在哪儿了？我不该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不错嘛，还学会反省了。还有呢？
哎呦，早知道这尊活阎王这么难对付，刚才就应该直接让金经理把我开除算了。都已经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了，为什么不想直接表明身份？表明身份？告诉他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总裁夫人。不行不行！怎么，在你眼里，我就这么拿不出台面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霍总，您长得又帅，身材又好，而且还是豪门，这全海城再找不出来比您更优秀的男人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假戏真做。霍楚萧厌恶女人到了极点，他难道是在试探我是不是对他别有心思？霍总，我知道我们是假结婚，时机到了我就会跟您离婚的，我有分寸的。看来孟秘书还真有职业操守啊。霍总，看在我帮您应付梁曼假结婚的份上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啊？怎么，刚刚拒绝完我，现在就后悔了？不是的，我只是想学点新的东西，总不能离开了霍氏，一辈子都给别人当秘书。你要走？为什么？我们迟早有一天会离婚的呀，到时候新的总裁夫人来了，看到我留在霍氏，那得多尴尬呀！孟秘书还真是善解人意。上车。不用了，霍总，我自己打车就好了，而且我家住的挺远的，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。我们刚结婚就分居，难道你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假结婚吗？霍总，弟弟，旧城区南滨路花园小区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呦，婉晴啊，妈妈今天来是有一件天大的好事要告诉你。村长的儿子看上你了，他给了50万彩礼，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跟我们回去结婚。哎，我不嫁，就算是给我500万，我也不嫁。老子把你养这么大，就是拿你换点彩礼钱，这50万，老子我已经收下了。这婚你不结，别得结。我5岁就被你们丢给奶奶，这么多年你们给过1分钱吗？上学的时候我自己勤工俭学挣学费，长大了自己一家一家面试公司。在我心里，你们在我5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死丫头骗子，你敢揍我？钱是你们收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这是我家，不欢迎你们。请你们现在就出去，否则的话，我就要报警，告你们私闯民宅。这什么破地方？我1个月给他开2万的工资，就住在这儿啊？是啊，这也太偏僻了。孟秘书一个女孩子，这要下班晚了，多不安全。我身为霍氏的老板，有责任保护员工的安全，对吧？没错。立刻叫几个人手。打赏，您这是要搬家？你这个不孝女，敢报警抓我，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你就任由让他们欺负你了。好啊你，难怪你死活不嫁，原来早在外面跟这个野男人勾搭上了。我跟婉晴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夫妻，你们要是再敢侮辱她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孟婉晴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现在就是个被人玩烂的二手货，你让我找谁要彩礼去啊？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王八蛋，你他妈敢打我！信不信老子让你把牢底坐穿？鄙人霍氏集团霍楚萧
随时过好。什么？你是霍氏集团霍总？你是霍氏集团总裁，我就是霍氏集团总裁他爹。好你个死丫头，居然还敢找人冒充霍氏集团总裁！赶紧给我回家！我不去，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，你们这么做就是违法。你是听不见的不行，抓住他！臭乞丐，你敢打我妈？是你们动手在先，我们只是正当防卫。走，你快走吧，这是我的家事，我不想牵连你。想走，晚了。孟雨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敢打霍氏集团的总裁，是不是想把牢底坐穿啊？我呸！人家霍氏集团总裁，那可是海城只手遮天的大人物，能上你这小小的出租屋来吗？就是，臭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本大爷我就是霍氏集团子公司的主管，得罪我，就等于得罪整个霍了。你信不信？只要我一句话，就能让你滚出海城。霍氏集团子公司，你确定？怎么怕了？霍氏集团子公司怎么会收了你这么个草包？看来是时候该好好整顿一下。哈，我看你啊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等我明天上班，我就把事情汇报上去。你们两个就等着身败名裂，被赶出海城吧。不用明天再汇报。行啊，本大爷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，只要你现在像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祈求我原谅，我就大发慈悲放了你，怎么样？已经很久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了。孟雨，你现在立刻向霍总道歉，否则我也保不住你了。我呸！你装不下去，心虚了吧？啊！你们两个奸夫淫妇，就等着坐牢吧！你要是霍氏集团总裁，我现在就跪下来给你磕3个响头，我还把衣服脱光了，出去裸奔3圈呢。好啊，到时候就看看是谁在地下跪下求饶。呀，查一下，霍氏集团子公司是不是有一个叫孟雨的主管？怎么样啊？查到你大爷我身份了吗？通知下去，立刻开除。另外，我要在全行业内封杀孟雨，如果有人再敢录用他，那便是与我霍氏为敌。哟，臭乞丐，还装上瘾了！霍总那样的大人物，连我这个主管都没见过，更别说你这个小小的垃圾，还封杀我！你说大话还不怕闪了舌头？3、2、1。喂，经理，你怎么？混账东西，竟敢得罪霍总，你被开除了！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！属下来晚了。难道你真的是霍总？我记得刚才有人说过，如果我要是霍氏总裁，他就要跪在地下求饶，并且裸奔3圈。霍总，我错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霍总，我错了，霍总，我就是被缪婉琪这个贱人给欺骗了。如果不是他欺骗我，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您呢？你要是再敢跟我污蔑他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了，丢去河里喂鱼。自从奶奶去世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这么问候我不敢了，霍总，您就饶了我吧。求人就该有个求人的态度。姐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可是你的亲弟弟，你难道真的忍心看我被他们这样侮辱吗？姐，我刚才已经提醒过你了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的。姐，别打了，不能打了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带下去！我不想在海城再见到他们。是。
霍总，刚才真是麻烦你了。我倒希望你啊，什么时候能够主动来麻烦我一次。齐德柱，替夫人收拾行李，搬家。是。哎，不用了吧？我们只是假结婚，没必要真的搬家吧？你爸妈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，要是他们再来找你怎么办？所以呢，搬去我那里是最好的办法了。霍楚晓，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，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，还要让我爱上你？走。这洗衣房在哪儿啊？看着这么晚了还不睡，干嘛呢？霍总，对不起。霍总，你的手。没事儿，小伤而已，不用担心。哎，你伤得这么重，伤口感染了怎么办啊？啊，哎呦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确实有些头疼，是不是刚才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感染了伤口啊？莫乔，你刚才是不是？还好你没发烧，要是感染了就不好了。你的医药箱在哪儿？我帮你上药吧。来。对不起啊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幸亏你这一下是打在我身上，要是打在你这个小身板上，我可就要变成官夫了。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小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因为我不懂事，所以他们才不要我的。可是没想到，他们现在会为了50万的彩礼把我卖出去。难道我做的还不够好吗？万强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不管什么时候，都不要否定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，也不要因为别人的喜欢来评判自己的标准，知道吗？霍楚晓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好的让我都有点舍不得离开你了。霍总，谢谢你。今天我们这儿没有上下级关系，就当我们是普通朋友。万强，我把肩膀借给你，想哭就哭吧。小婉，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不爱你，我也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时间停止，世界毁灭。霍总早，我要迟到了，就先走了。等等，待会儿我送你去公司，先过来吃早饭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最近压力大，有点不舒服，没休息好。张毅，把这个汤撤下去。大少，
夫人该不是怀孕了吧？张姨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你应该是看错了吧你？夫人，我可是过来人，您这症状跟害喜一模一样。再说了，您和大少都是年轻人，怀孕可是好事儿啊。万强，你跟尹希月到底是谁怀孕了？霍总，您别听张姨瞎说，我没有怀孕。我们是假结婚没错，但不代表你能和别的野男人有染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么随便的人吗？可我也不记得我们履行过夫妻义务。我没有怀孕，只是肠胃炎犯了。对不起啊，霍总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我送你去医院检查。不用了，我这只是老毛病而已，吃点药休息一下就好。老毛病才更需要重视。喂，大少，康达集团项目有变。我知道了，通知策划部全体成员，会议室开会。霍总，我现在立刻赶去公司，不会耽误会议。不用了，生病了就好好休息。我让张姨陪你去医院检查。不用了，我让新月陪我去就行。好，那你做完检查我来接你。啊，好。新月，紧急情况！怎么办呀？要不我直接去找他坦白吧？不行，你不想要这个孩子了，你就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只是得了个肠胃炎。我这就去帮你开单子。可是孕吐最起码也得2-3个月呢。我要是1周没有痊愈的话，我主消非得请最好的医生来给我医治。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要是被霍楚萧知道我怀孕，陆婉晴怀孕为什么不敢让萧哥哥知道？难道这个孩子不是萧哥哥的？孟小姐，我们聊聊。姚女士，我认为我跟你之间没什么好聊的。那我只能去霍氏找霍楚萧聊聊你怀孕的事儿。大少，您说您拼命压缩会议时间，不就是为了赶来医院接孟秘书的吗？要不要我回公司？霍楚萧必须娶梁可心，你要是识相，就拿着这1000万离开他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为了这1000万背叛霍楚萧？他要是知道你肚子里是野男人的野种，你猜他会怎么样？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了？孟小姐是聪明人，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该怎么做。大少，这个孟秘书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如果他是梁曼的人，那我们的处境……吩咐小姐，彻查孟婉晴。身体怎么样？医生说了，只是普通的肠胃炎，让您担心了。医生有没有给你开药啊？糟了，光顾着伪造病历了，忘了还有拿药这回事儿了。医生说了，我身体好，年轻，只要多休息，多喝水就行，不用开药。最近让张姨给你做点清淡的。既然身体不舒服了，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先走了，霍总。好。喂，婉晴，那个报告单你给霍总看了吗？他在忙呢，应该还没看到。不过你放心吧，咱们的演技
天衣无缝，他肯定不会怀疑的。那个报告单我给你拿错了，那是孕检单。什么？那现在怎么办呀？要不我直接收拾东西跑路吧？不行不行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，趁他还没有发现之前，你就偷偷去房间把那个报告拿回来，否则我们都死定了。你让我去他的书房偷东西，你还不如杀了我呢！现在这是保住孩子唯一的办法了。孩子？什么孩子？说话。霍总，新月说您给了我1个亿的分手费，我要是不给您生孩子的话，实在是太亏了。你说什么？霍总，对不起，你原谅我吧。厉小良，起来说。我腿软，起不来了。莫婉强，就你这个智商，孩子以后要是随了你，那我岂不是亏大了？我怎么了？我好歹也是985毕业的，看不起谁呀？行了，你也别想这事了。你呢，就好好做你的霍总夫人就足够了。霍总，你真的不需要吗？要不你再考虑考虑。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，还想着怎么生孩子呢？我知道了，不生，不生。行了，你别想这些了，早点休息。看来霍楚萧根本就不喜欢孩子，我必须赶紧把孕检单偷回来。霍总，霍总，你在吗？奇迹，我记得明明就放在这儿。太好了，找到了。找到什么了？你怎么总是冒冒失失的？疼。霍总，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别动。刚才去我书房里搞什么东西呢？没有啊。没有？那你心虚什么？说，是不是欺骗了我什么？糟了，他这么问，该不会是看见我的孕检单了吧？现在承认就是死路一条，坚决不能承认。我没有，我发誓。好啊，那我就让齐德柱去问问你的朋友尹新月，霍氏折磨人的手段，你是知道的。霍总，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我是进去找检查单的，医生说我生病了，是胃癌。你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现在就让齐德柱去找全球最顶尖的专家，你一定会没事的，相信我。霍总，我现在已经命不久矣了，所以可能没办法跟你假扮夫妻了。要不明天我们就去离婚吧。小婉，现在医疗设备很先进，你一定会被治好的，相信我，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，不会离开你的，不要害怕。专家？那我怀孕的事情不就暴露了吗？少夫人，你的情况大少已经跟我说了，及时的治疗还是有可能痊愈的。把你手伸过来，我给你做下去。我
教授，我有点晕血，能不能不采血啊？只要你别往这边看，自然不会晕血。来，没事。大少，您稍等一下，化验结果10分钟就能出来。霍总，吴教授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，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。放心吧，吴教授是我们国内最顶尖的医生，他一定有办法。大少，化验结果出来了，少夫人呀，没有患癌，应该是误诊。误诊，这下大少可以放心了。少夫人身体很健康，可以安心的。原来是误诊啊！我就说嘛，我身体这么健康，怎么可能生病呢？霍总，你看，我现在不是活蹦乱跳的吗？行了，你没睡着，到底是谁给你检查的？这么大的病，怎么能误诊呢？我看他这个医生啊，也没必要当。霍总，您别冲动嘛！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再说了，这么大的医院，偶尔有一个误诊也很正常的嘛。现在国内培养一个医生多不容易啊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都听你的。吴医生，辛苦你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这不是孟小姐吗？您怎么今天就来产检了？不是我，你认错了。霍总，我们走吧。这么急着走干什么？听完再走也不迟啊。哎，不对呀，我记忆力很好的，不可能认错。李医生，上次是我陪我朋友来产检的，他可能叫了我的名字，你记错了。要不你再好好想想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忙昏头了，把您给认错了，抱歉抱歉。没关系。这家医院怎么全都是庸医啊？一个误诊，一个看错病人。看来我们霍氏是应该考虑收购一家私人医院。孟秘书，这是康达集团的资料，麻烦你明天早上之前把策划案做好，交给我。明天早上，李组长，这个时间是不是？孟秘书，是霍总亲自安排你参加康达集团项目的，你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不如直接跟霍总谈吧。孟晚晴，要是你交不上策划案，耽误了合作，我看霍总会不会饶了你。怎么回事？策划部最近一直在忙康达集团的事情，看来孟秘书应该是想赶快跟上工作进度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今晚不回别墅了。是。想做你的分身情人，守在每个精彩过程，直到有天你会心痛我的心疼，把我当作分身情人，分别感受你的苦乐，幸福在不同场景记录着我们，只能有我们。哦哦我怎么在这儿啊？
副总。霍总，我是看您一个人在这睡觉，害怕您着凉，所以才来给您盖被子的。我什么都没做。你什么都没做，那你心虚什么？刚才我还姑且相信你，但是现在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对我上下其手，这该怎么解释？霍总，我要说我不是故意的，您能原谅我吗？进来吧。大少，康达集团代表到了。通知项目组，会议室开会。这不是我的策划案吗？难道是霍总帮我完成的？孟秘书，我让你做的策划案呢，要是耽误了提案会，我可负不起责。抱歉啊，这个就是我的策划案。我只给了他1个晚上的时间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完美的策划案？李组长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用这种垃圾敷衍我就算了，难道还想让康达集团的负责人看这种垃圾吗？今天的提案会你不用参加了。李组长，我……孟婉晴也参与了这个项目，他人呢？霍总，婉晴她好像说有工作要处理，就不参加提案会了。我说过了，这个项目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参加这次会议。孟秘书，提案会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能迟到，你这工作态度也太随意了。明明是你，既然已经来了，就坐下好好学习吧。在座的可都是你的前辈。霍总，我记得孟秘书可是你的私人秘书啊，怎么现在也开始负责策划工作了？徐总可真是好记性呢，这位孟秘书呀，真是能干得很，是楚萧左膀右臂呢。哟，是吗？我还以为孟秘书是霍总的心肝宝贝呢。商场如战场，有个自己的心腹，便有制胜把握。徐总，你向来游手好闲，这样的道理你应该不知道吧？哼，我和霍总可不一样，像这么如花似玉的小美人，我心疼还来不及呢。霍总，您可真是不懂怜香惜玉。看来安康集团有很多这样的美玉啊，不知道待会儿的策划案上，徐总的美玉能不能替你把把关呢？开始吧。大家好，这份策划案是我带领策划部全体同事熬了好几个通宵做出来的方案，采用了国风创意榫卯结构来链接珠宝。这明明是我做的策划案。以上就是策划案的全部内容，谢谢大家。李组长，这份策划案明明是我做的，你为什么要占为己有？这份策划案就是我做的，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要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上陷害我？你霍总还真是治下有方啊，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。楚萧，这件事影响太恶劣了，要是传出去的话，肯定会影响霍氏的声誉，必须严肃处理。那你说，该怎么样处理呢？自然是开除造谣生事的人，弥补受害者呀。萧哥哥，孟婉晴她就是个心机深重的女人，留在身边只会害了你。以后，你的私人秘书就交给我吧。来人，把这个造谣生事、偷窃重要文件的人给我送去监狱。
婉晴污蔑了李组长，你怎么反倒开除受害者呀？因为这份资料的作者根本就不是他，而是孟婉晴。楚萧，你不能因为孟婉晴是你的心腹，你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好人。冤枉？李组长，是你自己说，还是我帮你说的？这份策划案确实是我做的。你胡说！这份策划案明明是今天早上我交给你的。贱人，我们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当着我的面敢动我的人，梁曼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霍总，这毕竟事关康达集团的利益，你是不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？徐教授，大少，我们查到了监控室的全录像。既然徐总想要一个交代，那大家就把这个视频给我看好了。这是我昨天晚上借给孟秘书学习的，这是他还给我的。这份策划案是我跟孟秘书一起写的，你参与了什么？如果今天不能把孟婉晴这个贱人赶出霍氏，你就一辈子也当不上霍氏的少夫人。萧哥哥，你颠倒黑白帮助孟婉晴，不就是因为她和你结婚了吗？什么？孟婉晴竟然和霍总结婚了！我去，这简直是惊天大新闻啊！是啊，霍总，想不到铁面无私的海城活阎王也会徇私呀！我是不是徇私，徐总马上就知道了。既然这个视频还不够，那就加上这个。这可是霍总独有的文件防卫标志啊！那看来是李组长偷了孟秘书的东西。李组长，既然你说这份策划案是你做的，那上面为什么会有霍总签字？哇，这份策划案，孟婉晴，你少在那仗势欺人。就算这份策划案不是李组长做的，那你怎么证明这是你的呀？这一份是霍总在我原稿基础之上进行修改的，我电脑里有备份。现在还有谁有异议？夫人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去坐牢。看来李组长还有话说。夫人，我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，你救救我！如果我去坐牢的话，我这辈子就都毁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只不过好心替你辩解两句，你竟然狼心狗肺的污蔑我！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给我拖出去！若再有人敢背我，我绝不轻饶。是。娘们，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这么维护他，难道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？你说什么？糟了，我瞒着霍楚萧怀了他的孩子，还欺骗了他这么久，他会不会以为我背叛了他？你不是说你没谈过恋爱，没交过男朋友吗？所以，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么多都是试探我，想看我能不能接受他。霍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要杀要剐随便你，但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，他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霍楚萧，就算你们是假结婚，可你这么骄傲的一个人，却被戴了绿帽子，你竟然还在这沾沾自喜。谁说我们是假结婚了？我和孟婉晴1个月后将会举行婚礼，届时我会昭告天下，孟婉晴就是我霍楚萧的夫人，她肚子里的孩子也将是我霍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。霍总，你不生气吗？难道不是应该把我赶出海城，然后让我身败名裂吗？我当然生气。
我气你这个木头，为什么一直看不出来我喜欢你？佛总，我们原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我的身份配不上你。莫婉香，我从来都不在乎你的身份，我喜欢你，也只是因为你是你而已。这枚戒指，是我3年前遇到你的时候特意订做的，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就是期望有一天你能够戴上。婉强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萧哥哥，孟婉婷就是个人尽可夫的贱货，你既然不跟她离婚，还要替她养那个野种。谁说孟小姐肚子里的是野种？大少，这是我们找到的目击证人。不好意思。莫大少，那天晚上从你房间走出来的女人就是这位小姐。胡说八道！你一定是孟婉婷请的演。光凭你个臭服务员的话，能说明什么？大少，吴教授通过血液样本对比，发现孟小姐的 DNA 与那晚和你在酒店发生关系的人的 DNA 样本对比保持一致。那晚的人，竟然是你！对不起，霍总，那天晚上我喝醉了，所以才竟然真的是你！我为什么没有发现？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辛苦谋划了这么久，竟然是为这个贱人做了嫁衣！萧哥哥，只有我才配得上霍家少夫人的位置，她就是一个被人玩弄的烂货，根本就配不上。来人，把他们2个给我送去监狱！伤害我儿媳的人，一个都不放过！请吧。对不起啊，要是我早点认出你，也就不会连累你受这么多委屈了。霍总，你真的愿意娶我吗？没错，从3年前遇到你的那天开始，我就想娶你。你该不会是对我一见钟情吧？我叫小婉，这是奶奶给我做的平安符，算是吧。没想到大名霍总竟然是个恋爱脑。就算你一辈子都想不起来我，没关系，只要你你干什么？还是老板这……你娶我自己老婆，这是什么问题？霍总，你干什么？你别打我！如果你不要带着我走，我就一直亲到你该哭为止。你要干什么？有人出钱买你的命！都已经下午2点钟了，不是说好要给我送午饭的吗？就算是现种的米，现在也应该煮熟了吧？大少，这可是夫人第一次下厨，您不得多有点耐心啊！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你说什么？
大少，夫人出事了。什么？发动霍氏全部力量，就算是把海城翻过来，也要把人找到。他要是稍微跟好，把你10万。是。放开我！谁派你们来的？我是霍楚家的夫人，你们要是敢动我的话，他一定不会饶了你们的！放开我！我绑的就是霍氏的手。梁可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被抓进监狱了吗？没错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至于一无所有，还成了通缉犯。梁可心，你别冲动，你要是现在回头的话，还有机会的。机会？你告诉我，我还有什么机会？要不是你，我也不至于一无所有。既然你毁了我，现在我也毁了你。你要干什么？现在他是你们两个的，别玩死。好久没玩过这么漂亮的妞了。一会儿哥哥让你飘飘剑。我是霍楚萧的妻子，你们敢动我的话，他一定不会饶了你们的。你们得罪了海城的火焰王，就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吗？孟婉晴，你说等下霍楚萧来了，看见你躺在2个流浪汉的身下，还会不会应你？给我上！没想到你为了这个低贱的女人，竟然真的来了。带走！霍大少，我走命啊！都是这娘们让我干的。我就杀了他！梁可心，你放了他！你之前做的所有错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既往不咎有什么用？我现在已经身败名裂，现在我只要他死！不要！想要救他可以，那就用你的尊严来换。周晓，没想到你为了这个低贱的女人竟然嫁祸，凭什么？我是想你该死！我到底哪里比不上？你就这么羞辱我？啊！梁可心，害你入狱的人是我，逼得你身败名裂的人也是我。我向你道歉，只要你肯放了他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好啊，那你现在赶紧跟他离婚，然后娶我，只有我才配得上霍家少夫人的位置。我答应你。你听见了吗？小哥哥真的愿意娶我啊？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有气人，你去死吧！霍楚萧，霍楚萧，你不准死，你听到没有？霍楚萧，小哥哥，不是，我没有想要杀你，都是这个贱人！我不准你死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小安，别哭了，再哭就不看。这是我奶奶给我的平安符，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小安，7年前我被仇人追杀，是你救了我。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，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不甘心。你是星星哥哥，我也回去找过你的。小安，下辈子我要早点找到你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大少，你醒醒！大少，大少，我知道，大少，你醒醒！大少，大少，家属请在外等候。奶奶，求求你一定要保佑侯志祥，一定要平安无事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病人生命垂危，正在抢救。这是病危通知书。你们谁是家属？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他吧！我和霍志强才刚刚在一起，我不能失去他。少夫人，你冷静一点。少夫人，现在大少性命垂危，只有你能救他了。可是我和他只是假结婚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其实你跟大少的结婚协议是假的。就在3年前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大少就认准你是他今生唯一的太太，所以这个字只有你能来签。好，我签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但因为失血过多，能不能苏醒，就看造化。少夫人，我出枪！我出枪！霍楚萧，20年前你嫌我没能来找你，现在我在这儿一直守着你，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医生说了，我们的孩子很健康，快点醒过来。我都还没把你娶回家，怎么舍得丢下你？你这个混蛋，你吓死我了！要是你有什么3长两短的话，我就带着孩子改嫁。不管是这辈子还是下辈子，我都不会让你再离开我了。